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这个故事可真是令人唏嘘又感动啊！我接触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过不少两岸婚姻，有甜蜜的，也有酸涩的。但今天要讲的这对两岸伉俪，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爱情，还有亲情以及对生命的执着追求。我先跟大家说，这故事的主角小芳是我10年前介绍给现在台湾老公阿明认识的，两人一见钟情，闪婚入台，这10年来感情稳定，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不过去年，小芳的爸爸在大陆突然被诊断出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最多撑半年。丽姐，我爸爸才60岁啊，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走啊！小芳泣不成声地给我打电话时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小芳的爸爸在大陆一家3甲医院确诊后，做了几个疗程的化疗，但效果不佳，肿瘤不但没有缩小，反而扩散了。大陆医生也很无奈，表示已经尽力了，建议回家安心养老，等待生命的终点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击垮了小芳全家。眼看着父亲日渐消瘦，皮肤变得蜡黄，整个人萎靡不振，小芳心如刀割。她跟阿明商量后，决定把爸爸接到台湾来治疗。台湾的医疗很发达，说不定有办法。阿明安慰小芳，真的，这里我必须说一句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还存在误解，总觉得台湾小小一个岛，经济不行，医疗肯定跟不上。天啊，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。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全球都是数1数2的，特别是在精准医疗和癌症治疗方面，有些技术甚至领先大陆好几年呢。小芳爸爸听说要去台湾治疗，当时就摇头，不去，我都这样了，去了也是白去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再说了，我也不相信台湾的医生能比大陆的医生强到哪儿去。老人家这想法，其实很多大陆人都有。他们总觉得大陆发展太快了，台湾肯定比不上。殊不知，台湾在医疗领域的积累是几十年的沉淀，特别是在精细化服务和患者体验方面，台湾医院做得真的很棒。经过小芳和阿明不断的劝说，老人家终于同意来台湾试一试。阿明帮忙办好了一切手续，小芳的爸爸终于踏上了赴台寻医的路。到了台湾后，他们直奔台北一家知名医学中心。入院检查后，台湾的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与大陆相差无几，肝癌晚期，多处转移，传统西医治疗效果有限。小芳差点又崩溃了。但是台湾医生接下来的话却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。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中西医治疗，除了必要的姑息性化疗外，我想介绍你们去见见我们医院的中医部主任。小芳爸爸一听到中医2个字，立马皱起眉头。我在大陆也看过中医，吃了一大堆中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不相信台湾的中医。阿明却劝道，伯父，台湾的中医跟大陆的有些不同。台湾这几十年来把中医现代化、科学化，还结合了不少西方医学理念，您不妨试试看。小芳爸爸将信将疑，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，见到了中医部的赖主任。赖主任是个60多岁的老中医，但精神矍铄，说起话来条理清晰。他详细询问了小芳爸爸的病史、生活习惯、饮食偏好，甚至连平时的情绪变化也不放过。然后仔细号脉、看舌苔，整个过程持续了近1小时。您这个情况，从西医角度看确实很棘手，但从中医角度看还有调理的空间。赖主任说道，我们台湾中医讲究辨证论治，您目前症状是肝肾阴虚、气滞血瘀、湿热内蕴，我们可以通过中药调理，配合针灸和一些现代技术，争取延长生命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小芳爸爸听得一头雾水，但看赖主任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也不好直接拒绝。赖主任又说，我们台湾中医治疗癌症，不是说要完全替代西医，而是要与西医互补。我会和您的主治西医医生密切合作，调整药方。这一点确实让小芳一家刮目相看。在大陆，中医和西医往往是分开的，甚至有时还互相排斥。而在台湾，中西医结合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。小芳爸爸开始接受台湾的中西医结合治疗，每天不仅按时服用西药，还要喝一大壶赖主任开的中药。此外，每周还要去医院做3次针灸。
治疗开始的头2周，小芳爸爸其实并没感觉多大变化，甚至觉得比在大陆时还痛苦，因为台湾中医开的要比大陆的还苦。他半开玩笑地抱怨：“我怀疑你们台湾中医就是专门折磨人的。”然而，到了第3周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小芳爸爸的食欲竟然开始恢复了。原本吃什么吐什么的他，居然能吃下小半碗粥了，太神奇了！我爸已经1个多月没能正常吃东西了。小芳喜极而泣，赖主任并不意外，这说明药方起作用了，体内的湿热在慢慢消退。1个月后，小芳爸爸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，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。他开始能在病房里自己走动，甚至偶尔还能下楼散步。我在大陆治疗时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。小芳爸爸不得不承认，可能台湾的中医真的有2把刷子。2个月过去，最令人惊喜的是，小芳爸爸的各项血液指标都有所改善，肝功能指标竟然降到了接近正常的范围。主治西医也感到惊讶，直言这种改善速度超出了预期。别高兴太早，西医医生说，我们还需要做更详细的检查，看看肿瘤的情况。第3个月的时候，小芳爸爸做了全面检查，包括核磁共振和各项血液指标。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，主治医生看着片子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主治医生说，肝脏的主要肿瘤缩小了近1/3，几处转移灶也有明显缩小。这个消息让小芳一家惊喜若狂。要知道，在大陆医院时，医生可是说过，像小芳爸爸这种晚期状况，肿瘤缩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。真的吗？医生，您没看错吧？小芳爸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确实如此，主治医生翻看着检查报告，不仅肿瘤缩小了，您的肝功能指标也接近正常值了。说实话，我行医20多年，像您这样的案例真的不多见。赖主任得知检查结果后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中医讲究的就是整体调理，激发人体自愈能力。您的身体正在慢慢恢复平衡。小芳爸爸这下服了，他握着赖主任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赖医生，是我眼光短浅了，我之前还说不相信台湾中医呢，现在我是彻底信了。这一刻，我真想让所有对台湾医疗有偏见的大陆朋友都看看，台湾的医疗水平真的不容小觑啊！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一块，台湾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。后来我跟小芳聊天时，她告诉我了更多台湾医疗的细节，这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首先，台湾的医患关系特别融洽，医生会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解释病情，讨论治疗方案，充分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在小芳爸爸住院期间，主治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，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详细询问病情变化，耐心解答疑问。其次，台湾的护理水平非常高，护士们不仅专业技能过硬，服务态度也特别好。小芳爸爸需要定时服药、换药，护士们总是准时到位，而且会细心教导家属如何照顾病人，包括翻身、擦浴、按摩等技巧。有一次，我爸深夜疼痛难忍，按了呼叫铃，护士5分钟内就赶到了，不仅给他用了止痛药，还陪他聊天，安抚情绪，直到他再次入睡。小芳感动地说，这种体贴入微的服务真的让人心暖。再者，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很完善，虽然小芳爸爸是大陆人，不能享受台湾全民健保，但医院有专门的国际医疗部门，帮他们办理了商业医疗保险，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。其实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穷，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设备一点都不比大陆差。小芳说，而且有些检查设备甚至是最新型号，我在老家的3甲医院都没见过。确实如此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投入可不小，特别是在精准医疗、癌症治疗方面，台湾引进了许多国际尖端设备和技术。同时，台湾医院的人性化设计也很贴心，像是病房布置、公共空间、无障碍设施等，都考虑得很周到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台湾的中医药研究非常科学规范。赖主任告诉小芳，他们开的每一味中药都要经过现代化检测，确保无重金属、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。中药房的煎药过程也是全自动化、标准化的，
保证了药效的稳定性。在台湾，中医不是什么神秘的存在，而是一门讲究科学、注重实证的医学。赖主任说，我们会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、作用机理，不断提高中医药的疗效。小芳爸爸的治疗还融合了台湾特色的整合医学理念。除了中西药物治疗外，医院还为他安排了营养师定制饮食方案，心理咨询师帮助调节情绪，物理治疗师指导适当运动，形成了全方位的治疗体系。在大陆医院，我爸基本上就是吃药打针，其他方面很少关注。小芳说，但在台湾，医生们关注的是整个人，而不仅仅是疾病本身。这种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确实是台湾医疗的一大特色。在台湾，医生不会把病人当作一个病例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需求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大价钱来台湾就医的原因之一。话说回来，小芳爸爸的病情好转，也给小芳和阿明的婚姻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阿明为了照顾岳父，特意请了长假，每天陪着小芳一起照顾老人家。这份孝心不仅感动了小芳，也彻底打消了小芳爸爸对台湾女婿的顾虑。其实我一直担心女儿嫁到台湾会受委屈，小芳爸爸悄悄告诉我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阿明这孩子真的很不错，这不正是两岸婚姻的美好之处吗？通过婚姻，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的交融。小芳和阿明的婚姻因为这次特殊的经历变得更加牢固了。随着病情的好转，小芳爸爸开始对台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阿明常常推着轮椅带他去医院附近的公园散步。老人家对台湾的整洁环境、市民的友善礼貌赞不绝口。台湾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了。小芳爸爸感叹道，街道那么干净，人们那么有礼貌，连空气都比老家好。阿明笑着说，伯父，等您身体再好一点，我带您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看，那里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，绝对会让您大开眼界。小芳爸爸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我一直听说台北故宫很有名，但从没机会去看。不仅如此，阿明继续说，台湾虽小，但风景名胜很多。日月潭的湖光山色，阿里山的云海日出，垦丁的碧海蓝天都值得一看。等您康复后，我和小芳带您环岛旅行。听到这些，小芳爸爸的求生欲望更强了。他开始积极配合治疗，每天按时服药，严格遵守医嘱，甚至主动要求加强锻炼。治疗进行到第5个月，小芳爸爸的各项指标持续好转，肿瘤进一步缩小，体力也恢复了不少。医生们都称这是个医学奇迹。按照您来台时的病情评估，能活过3个月就已经是奇迹了。主治医生坦言，而现在您不仅活过了5个月，身体状况还在持续改善，这在医学文献中都是很罕见的案例。小芳爸爸已经能自己走路了，虽然步伐还有些蹒跚，但比起刚来台湾时需要轮椅和搀扶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的皮肤也恢复了红润，整个人精神焕发，完全不像个癌症晚期病人。我现在每天能吃2碗饭了。小芳爸爸骄傲地告诉我，在大陆时我连1口饭都吃不下，医生说我撑不过半年。谁能想到来台湾5个月，我不仅没死，反而活得越来越有劲儿。赖主任对此给出了中医的解释，您的病从中医角度看是正气不足，邪气乘虚而入。我们的治疗重点是扶正驱邪，通过调理脾胃、疏肝解郁、活血化瘀等手段，增强您自身的抵抗力，同时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。现在看来效果确实不错。小芳爸爸现在对中医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，他甚至主动向赖主任讨教养生之道，准备回大陆后也继续坚持中医调理。别看现在这么好，回去后不能放松。赖主任叮嘱道，我会给您准备半年的中药，按照食疗方案调整饮食，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，定期复查，如有异常及时联系我。小芳爸爸感激地说，赖医生，我这条命是您救回来的，我以前真是井底之蛙，小看了台湾医疗。回去后我一定把在台湾的经历告诉所有人，让大家都知道台湾医疗有多厉害。这时阿明笑着说，伯父，
您可是两岸医疗交流的活见证啊！听完小芳爸爸的经历，我不禁感叹，两岸同文同种，医学传承同源，但发展路径却各有特色。台湾的医疗体系吸收了中西方的精华，形成了独特的优势。在台湾，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西医重在治标，能快速控制症状；中医专于治本，着眼于整体调理。两者结合，往往能取得出人意料的疗效。此外，台湾医疗服务的人性化也是一大亮点。医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和蔼可亲的人。他们会花时间倾听病人的需求，解答疑惑，共同制定治疗方案。在大陆看病，医生总是很忙，问诊时间很短，给人一种倍感的感觉。小芳爸爸说，但在台湾，医生每次都会耐心听我说完，有时还会主动询问我的情绪变化、饮食习惯等。这种被尊重的感觉对病人的康复真的很重要。小芳补充道，而且台湾的医护人员非常注重细节。我爸住院期间，护士们不仅按时提供专业护理，还会关心他的心理状态，甚至连房间的温度、湿度都会调整到最适合他的状态。这种全人照护的理念确实是台湾医疗的一大特色。在台湾，医疗不仅仅是治病，更是一种照顾，照顾病人的身体，也照顾病人的心灵。当然，台湾医疗也有其不足之处，比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，大型医院常常人满为患，预约专科医生可能需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。此外，台湾全民健保虽然覆盖面广，但某些特定治疗和药物并不在给付范围内，自费部分对普通家庭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医疗系统近年来发展迅速，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和前沿技术引进方面，一些大城市的顶级医院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。大陆也有着丰富的医疗人才和资源，特别是在疑难杂症的诊治上积累了丰富经验。不过，大陆医疗在软实力方面还有提升空间，比如医患沟通、服务态度、人文关怀等方面。此外，中西医结合在大陆也还处于探索阶段，没有形成像台湾那样系统化、标准化的治疗模式。两岸医疗各有所长，如果能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，那才是造福两岸人民的好事啊！小芳感慨道。我非常赞同小芳的观点。事实上，近年来两岸医疗交流已经越来越频繁，许多台湾医生前往大陆授课讲学，分享经验，也有不少大陆医生赴台进修，学习先进理念和技术。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医学发展，也增进了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与认同。小芳爸爸的故事正是两岸医疗交流的一个生动例证。通过这次台湾就医经历，不仅他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台湾的认识从偏见到了解，从质疑到信任。这种转变对推动两岸民间友好交流也有着积极意义。现在我每次打电话回老家，都会给亲戚朋友们介绍台湾的好。小芳爸爸笑着说，有几个亲戚听说我病情好转，也动了来台湾看病的念头。阿明笑道，欢迎啊！台湾的医疗资源虽然有限，但对有需要的人，我们都会尽力帮助的。随着治疗的继续，小芳爸爸的情况越来越稳定。到第6个月末，他的肿瘤已经缩小了1半以上。医生评估他的预期寿命可能达到2年，甚至更长。2年前，我还以为自己活不过半年呢。小芳爸爸感慨万分。现在医生说我可能还能活2年。这简直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啊！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在治疗第8个月时，医生发现小芳爸爸的几处转移灶已经完全消失了。主肿瘤虽然还在，但已经被包裹起来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您的病情已经从末期转变为慢性病状态。主治医生说，只要继续维持治疗，控制好病情，过上正常生活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消息让小芳一家欣喜若狂。谁能想到，当初被大陆医生宣判死刑的病人，如今在台湾获得了新生。我这次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小芳爸爸说，得了癌症，却有机会来台湾看看，体验到这么好的医疗，还认识了这么多好医生、好护士。现在我只恨自己年纪大了，不然真想在台湾多住几年。小芳和阿明对视一笑，爸，
您要是喜欢台湾，可以每年来住几个月啊。反正我和阿明在台北有房子，您想来随时欢迎。小芳爸爸眼睛一亮，真的可以吗？那太好了，我这把年纪了，能有机会两岸走走看看，也是福气啊。就这样，小芳爸爸在台湾完成了近1年的治疗，病情稳定后，带着一大包中药和详细的调理方案回到了大陆。他定期通过远程视频向台湾医生汇报病情，每半年来台湾复查一次。现在，小芳爸爸已经成了两岸医疗交流的民间大使，经常在老家的广场上向邻居们讲述自己在台湾的就医经历，打破了许多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。台湾不仅医疗好，人也好，环境也好。小芳爸爸总是这样说：“我这条命是台湾医生救的，我这辈子都会感恩。”故事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两岸医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其实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无论是在医疗领域还是其他方面，加强交流合作，取长补短，才能共同进步，造福两岸人民。最后，我想对那些面临重大疾病挑战的朋友们说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，今天的绝症，明天可能就有了新的治疗方法，所以无论病情多么严重，都不要轻易放弃希望，积极寻求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，奇迹随时可能发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